宋莲疯了，疯在了这个吃人不吐骨头的深宅大院，他就像被种在地里的庄稼，到死都挪不了地方。那时候宋莲19岁，读了半年大学的他因家中变故被迫辍学，继母视他为眼中钉，早做了将他扫地出门的打算。于是宋莲就在继母的主导下嫁入陈府，做了四姨太。接亲这天，宋莲没有坐花轿，她提着自己为数不多的行李一路走到陈府。陈府的院墙极高，屋舍密布，回廊纵深，穿过一扇又一扇门，宋莲的后半生就要在这座幽深的大院中度过。陈府有规矩，姨太太们会在傍晚时分站在自己的院门前，等待下人送来意味着灵性的大红灯笼。因这是新人，宋莲进门的第一天，她的院子就挂满了红灯笼，几个下人鱼贯而入，开始为她捶脚更衣，锤子发出的沙沙声回荡在院路。宋莲有些不适应，服侍她的老妪抬起满是沟壑的脸，笑着说：“慢慢就能习惯。”梳洗好的宋莲就这样呆呆地等着。不多时，老爷推门而入，他打量宋莲就像打量一个物件。夜半时，下人敲响了门，说三太太疾病，要老爷过去看看。老爷起身离开，三太太院里的灯点了起来。翌日清晨，管家敲了敲宋莲的门，按照规矩带她拜见老祖宗和府上的3位太太。大太太是个上了年纪的女人，唯一的儿子远走他乡，年老色衰的她也没有老爷的宠爱，只能靠信仰神佛慰藉后半生。二太太卓云人微道生仙智，瞧着倒像是个好相处的人，她热情地拉着宋莲闲话家常，告诉她只要天天能点灯捶脚，那她在陈家的日子就自在得多。到了三太太院里，老爷刚刚离开，下人们正在灭灯。三太太梅山曾是戏班里的名角，性子有些恃宠而骄。宋莲初次登门拜见，就被她以身子不爽利为由拒之门外。陈府虽大人丁，却不兴旺，家里如今的子嗣也只有2儿1女。老爷给宋莲房里分了个丫鬟，名字叫叶儿。虽然是个丫鬟，却一直做着飞上枝头变凤凰的美梦。宋莲的到来让叶儿觉得自己的位子被人抢了，于是便将敌意摆到了明面上。宋莲也没惯着他，到底还是用四太太的身份压了叶儿一头。吃饭的时候，宋莲见到了姗姗来迟的三太太。三太太模样俊俏，媚眼如丝，对宋莲的问安没有过多的表示。按照府上的规矩，点了灯的太太就能点菜，宋莲也没推脱，点了个菠菜豆腐。宋莲嫁过来的第10天，开始和其他太太一样到院外等着下人来点灯。这天晚上，大红灯笼停在了她的院门口。宋莲这些天也渐渐习惯了点灯捶脚。入了夜，三太太如法炮制来叫老爷。这次宋莲也耍了脾气，将老爷留到天明。但自打后半夜起，三太太就咿咿呀呀地唱起了戏。宋莲气冲冲地跑上楼，结果却碰了个软钉子。回屋时又撞见叶儿和老爷苟且，各种情绪霎时间涌上心头。宋莲难过的直掉眼泪。老爷象征性地安慰了几句，见宋莲不肯服软，便离开了院子。说到底，太太们也只是老爷的附属之物，哄得老爷开心了就有好日子，真摆起脸色来没人会关心。宋莲和老爷置气的当晚，三太太的院里点起了灯，捶脚的声音传到宋莲耳朵里。老爷说的对，他已经离不开这些东西了。自打他进这个院子后，宋莲这个有些清高的女学生就被管家时常挂在嘴边的老规矩，府事调气性彻彻底底成了陈府的四姨太。老爷没来过夜，宋莲便四处转悠。她发现一个角楼，透过门缝只能看到一个麻绳和一双旧鞋。二太太喊宋莲到屋里说话，送给她一块真丝的绸子，话里话外表示自己不喜欢三太太。宋莲问起角楼的小屋，二太太让她以后不要再去，那叫死人屋，陈府历代都有家眷吊死在屋里，晦气得很。这天老爷出门未归，太太们便自行用饭。宋莲没有点灯，桌上的菠菜豆腐便没了，仿佛是在跟宋莲较劲。三太太让厨房做了个粉蒸肉，宋莲气冲冲地摔下碗筷离席。宋莲不是个聪明人，她只习惯了点灯的好，却还不愿放下自己的架子，也不知道这深宅大院想要保持荣宠是一件多重要多不易的事情。饿自己的肚子和别人置气实在不可取，况且宋莲初来乍到，地位还没稳固，在众人眼里想必她只是个不识趣不懂事的丫头片子。宋莲闷闷不乐地回了屋，她搬出自己带来的箱子，心里有些怀念当学生的日子。叶儿敲了敲门，传话说三太太喊宋莲过去打麻将。宋莲哪有这心思，当即便回绝了。谁料不多时，三太太就亲自上门来请宋莲。宋莲的心思都写在脸上，语气不善地下了逐客令。三太太也不恼，笑着激了她几句。宋莲这傻姑娘还真就吃这一套，跟着三太太上了牌桌。来打牌的是高医生和他的朋友，府上谁有个伤风感冒的，都会叫高医生上门诊治，来来往往的都成了熟人。宋莲的牌掉到了桌下，她弯腰去捡的时候，无意中发现高医生和三太太私通。宋莲十分惊讶，却看三太太脸上没有半点显露。入秋了，老爷今日歇在宋莲房中，大清早的他就因为燕儿在门口偷看生了气，使性子要把饭端到自己屋里吃。小打小闹的老爷也允了。饭桌上的3位太太议论着宋莲，左不过一句不懂事，2句没规矩。秋意越来越浓，太阳的金光映得整片天都是红色的。远在他乡的大少爷回到了家，大少爷是个盲人，今天回来，明天就要赶着到云南去做生意。大少爷坐在角楼吹笛子，宋莲顺着笛声上了楼，他自己也有一支笛子，
那是父亲的遗物。大少爷和宋莲相仿的年纪，有心和他多聊几句，就被大太太叫下了楼。宋莲回屋后翻找着自己的笛子，却是无论如何都没找到。她怀疑是燕儿偷拿了，便要闯进他屋子里搜查。打开门，却被满屋红彤彤的灯笼吓了一跳。燕儿想当姨太太想疯了，她捡了府上破旧的灯笼挂在自己房间，这要是被发现，多半是要没命的。宋莲答应燕儿偷偷点灯的事不往外说，接着又动手翻起了自己的笛子，结果却无意中发现一个巫蛊娃娃，上面写着宋莲的名字。宋莲生气地推搡着燕儿，很快她便冷静下来。燕儿不识字，唆使燕儿诅咒她的应该另有其人，但让宋莲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这个人竟然是看起来最平易近人的二太太。笛子不是燕儿拿的，那就只能是老爷了。宋莲开门见山地问了他，老爷满不在乎地说他以为那是宋莲的定情信物，已经让人烧了。宋莲闻言，心思马上就体现在了脸上。老爷见他又摆脸色，当晚便去了二太太房中。第二天一早，二太太来找宋莲帮自己剪头发。宋莲因为巫蛊娃娃和老爷的事本就在气头上，偏偏始作俑者要往枪口上撞，于是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，宋莲剪伤了二太太的耳朵。这事传到了其余两位太太耳朵里。大太太在门口站了站，什么都没说。三太太找到了同道中人，便进屋和宋莲攀谈起来，说起了她和二太太明争暗斗的往事。总结就是二太太其实是个笑面虎，现在老爷的新鲜劲还在，如果时间长了，宋莲不给家里添个男丁，日子指定不会好过。二太太受了伤，在老爷面前哭诉宋莲飞扬跋扈，嫉妒心重，在宋莲面前又是一副姐妹情深我不怨你的做派。因着她受伤，老爷一连几日都歇在她房中。宋莲彻底被这大院荼毒，但她却实在不够聪明，不如大太太的看破红尘，也比不上二太太心机深沉，更没有三太太看得通透。她就这样高不成低不就，不通世故，不懂深宅大院的哲学。宋莲开始争夺，她迫切的需要这份代表着一切的荣宠。宋莲的手段并不高明，那就是假装怀孕。果不其然，院子里亮起了长明灯，她餐餐都在自己屋里吃，连二太太都被叫来给自己捏肩。宋莲沉沦了，但好景不长，她沾着血的贴身衣物被燕儿发现，燕儿将此事告知了二太太。很快，宋莲假孕的事就传到了老爷耳朵里，老爷勃然大怒，下令封了宋莲院子里的灯。这无异于是打入冷宫的惩罚。众位太太神色各异，大太太一脸咎由自取的轻视，二太太暗自窃喜，三太太则蹙着眉轻叹了口气。宋莲知道是燕儿告的密，一气之下便将燕儿在屋里点灯的事抖了出来。大太太按照规矩让燕儿在雪地罚跪，即便如此，燕儿却始终不肯低头认错。她将可望不可得的太太梦凤为了毕生的追求乃至崇高的理想，最后为了这个理想死于非命。宋莲始终不明白，在这大院里人到底还是不是人，越发看不懂这样活着有什么意义。生辰这天，有苦难言的宋莲独自喝着闷酒，这大院里谁都靠不住。中途大少爷陪着宋莲喝了一杯，两人之间早在第一次相见时就暗流涌动，大少爷却始终没勇气捅破这层窗户纸。宋莲醉得更厉害了，无意中说破了三太太和高医生私通的事，这可正中二太太下怀。她当即带着人赶到旅馆捉奸，最后在老爷的授意下，三太太被吊死在角楼的小屋里。看到这一幕的宋莲惊惧万分，嘴里喃喃地说着杀人了，老爷却告诉宋莲他什么都没看到。第二年夏天，武太太进了府，此时宋莲已经彻底疯了，院里的大红灯笼再没灭过，她穿着学生服，梳着麻花，便整日在院子里游荡，所有人都逃不开这个吃人的牢笼。宋莲如此，新过门的武太太亦是如此。最后，任何解说都无法代替原片，好作品值得您完整体验。